欢迎收听。今天啊，咱们来一起深入聊聊，最近挺火的一部国产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我们呢也给你梳理了关于这部电影的不少信息。你看啊，有豆瓣、知乎上大家写的观后感，也有像新华网、澎湃新闻这些媒体的深度报道，还有一些制作方面的事儿。对，信息挺多的。这次咱们主要想弄明白一个事儿，这部动画表面看是给小朋友看的，对吧？是这个感觉。但为什么它能在咱们这些成年人，就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心里头引起这么大的动静呢？甚至有人说它是成年人的碎片镜像。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是吧？而且你看它豆瓣评分很高，差不多8.5、8.6这样子。对，这个分数相当不错了。票房也特别好，好像还破了国产2维动画的一些记录。是的，商业上很成功。但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好多评论都说小孩从头笑到尾，大人看着看着就哭了。这个反差确实很引人注意。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名堂？咱们这就来好好扒一扒，看看。好，行，那咱们先从故事本身开始聊吧。电影呢，它用了《西游记》这个大背景，这个大家肯定都熟。对，西游的世界观家喻户晓啊。但它高明的地方在于啊，主角不是我们熟悉的唐僧师徒他们几个，没错，而是4个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妖怪：小猪妖、蛤蟆精，还有那个黄鼠狼精、猩猩怪。对，就是这些底层的小角色，真的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厉害法术。是的，这个切入点就特别关键。你想啊，他们在哪儿？在浪浪山，在大王手底下，就是最底层那种边缘角色。电影一开始就点出来，那个小猪妖特努力想进那个大王洞的核心圈子，结果呢，花了3年，好像还是没戏。对，提到了这个，甚至还暗示说那些位置啊，可能早有人有关系内定了。哇，这个一下子就很对吧？一下子就把现实感拉满了，什么体制啊、机会不均等啊，这种我们生活中可能或多或少都碰到过或者听说过的问题。是的，所以他们后来不是做了个决定吗？要离开浪浪山。这个决定听起来就不是那种传统英雄要去拯救世界什么的。对，完全不是，更像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想法，就是我也想试试，我也该有个机会吧，这种感觉。没错，就是一种自我证明的渴望。然后你看他们在路上笨手笨脚的假扮唐僧师徒，搞出好多笑话来。那段挺搞笑的。但你要是琢磨一下，这些笑料背后其实裹着的就是那种普通人想被看到，想被认可，哪怕就给一次公平机会的那种心情。是的，就像有评论说的特别好，所谓成长可能不是说你最后变得多牛，而是你看清自己挺普通的，但还是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个总结很到位。而且我觉得啊，这部电影真正让人反复琢磨，甚至有点颠覆的地方是它的结局。结局怎么说？就是这4个小妖怪，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困难，对吧？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一身伤。但最后呢，没有像咱们常看的那种什么逆天改命啊、屌丝逆袭当大英雄啊，没有啊，没有吗？他们是救了人，自己内心也有成长，有升华，但说到底，他们还是无名之辈，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回去了。对，有篇影评就说的特别好，他们没成仙，也没逆天改命。这电影的英雄主义不在于最后改变了什么命运，而在于当初敢迈出那一步的勇气本身。哇，这个解读是吧？他把我们习惯的那种英雄故事给解构了。他没给你一个完美的童话，反而可能因为这样更深地戳中了普通观众。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平时那种，对，就是那种就算知道前面可能还是那样，可能还是很难，但还是一步一步往前挪的那种劲儿，那种韧性。对平凡的这种肯定，确实是挺打动人的。聊完故事，咱们得说说这个电影另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了，就是它的画面。美术风格。对，它用了2维手绘，这个现在不多见了吧？是啊，成本高，周期长，而且他还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那种感觉融进去了。这个特别惊艳。听说啊，制作团队画了
1800组手绘镜头。哇，这工作量是吧？就这个投入，这个坚持，在现在这个讲效率的时代，真的挺难得的，让人佩服。的确是，而且这种美学追求啊，不是表面功夫，你能看到很多细节。比如呢？比如你看那些山，用那种大写意的泼墨画出来，很有气势，感觉很苍茫。然后呢，像溪水啊、树林啊这些细节，又是那种工笔画的感觉，勾勒得很细致，动静结合。对，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它用了大量的留白。这个不光是技巧，更是咱们东方美学里讲的那种意境，对吧？此时无声胜有声。需要你去感受。而且他们还参考了山西的古建筑去做场景设计，这个也挺用心的，让那个视觉看着更有文化底蕴。我感觉这种视觉风格不光是好看，它好像跟电影的情绪、节奏是绑在一块儿的。你说的太对了，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水墨风绝对不是为了炫技，它是为故事和情感服务的。你想想那个旅途中的孤独感，对，爬山时候那种累，甚至有点绝望的感觉，还有小妖怪们站在高处喊出来的时候那种带着点悲壮的释放感，是的，这些挺复杂的情绪都通过那个水墨的浓淡变化、线条的干湿、构图的疏密，还有那个留白，特别好的传达出来了。它不是那种颜色特别鲜艳那种，完全不是。它需要你稍微静下来，去品那个画面里的诗意和情绪。我明白了，所以可能孩子们看就觉得小妖怪可爱、冒险好玩，对。但咱们大人看可能就被这种独特的、有点呼吸感的水墨意境，这种画里有诗的感觉给打动了。很有可能，它给了一种不同的审美体验，不是纯粹的感官刺激，更需要你用自己的感情和想象去参与。这种审美可能确实更贴合成人的口味。是的，它不追求马上就让你爽，而是给你一个氛围，让你看的时候心里也能琢磨点什么。好，那咱们绕了一圈，终于来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说看这个电影明明好多地方挺搞笑的，对吧？对，笑点不少，但是笑着笑着心里就觉得酸酸的，甚至有人说看哭了。就是那句传得很广的话，孩子从头笑到尾，大人却看哭了。这个现象，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就那么准地戳中了咱们这些大人呢？这个确实是这片子最值得聊的地方。你仔细想想那些笑点啊，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错位或者叫荒诞感。对，而这种荒诞感呢，又特别巧的能照出现实里的一些无奈和困境。比如说那些小妖怪不是自己想去，是被迫假扮唐僧师徒才能走。再比如咱们前面说的被体制卡位，小猪妖努力3年进不去核心圈子，还有那些说可能有关系户优先的暗示。是的，这些细节。还有就是这些小人物听了命想出人头地，结果呢老是碰壁，那种挣扎的感觉。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小孩子看可能觉得就是玩，就是角色扮演，挺好笑的。对。但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混过的成年人，尤其是打工人，看到这些可能一下子就联想到自己了。没错。会不会想到自己在工作里有时候也得戴个面具，演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是不是也感觉过好像怎么努力都有堵看不见的墙在那儿，就是那种内卷的压力。对，内卷这个词儿很形象。还有面对那种阶层固化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的，这种现实的投射太强了。而且啊，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角色的成长方式。怎么说？他处理的特别写实，跟很多童话故事不一样。电影没给主角安排什么天上掉馅饼得了超能力，或者轻轻松松打败大魔王走上人生巅峰这种，没有爽文套路。对，它更多是展现我虽然受伤了，我可能失败了，甚至我的目标看起来那么远，但我还是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不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吗？是吧？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动画逻辑。小孩子可能盼着一个特厉害的变身，或者一个特痛快的大结局。但浪浪山小妖怪给的更像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种近乎宿命的韧性，就是我们虽然很小很普通，但我们依然可以也应该走自己的路。而且他碰到的那些情感
也确实更复杂、更成人化。对，不光是冒险友情，他还聊到了比如对家的渴望、找归属感、下决心离开时的那种勇气和舍不得。成长中肯定会有的阵痛，还有做艰难选择时候的纠结。是的，这些主题，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比较远，比较抽象。对，但对咱们这些经历过毕业、找工作离开家、成家立业、尝过生活各种滋味的成年人来说，这些点简直就是太容易共情了。没错了，很容易就在某个角色、某个瞬间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是的，再加上我们前面聊的那个独特的水墨画风，还有相对慢一点的节奏，它就给了一个空间，让观众能静下来，自己去想，去代入。对，不像很多商业动画，信息塞得满满的，节奏快的不让你思考。所以，把这些因素，现实投射、非典型的成长、复杂的情感，加上那个沉静的画风放一起看，它就像一面镜子。对，一面特别准的镜子，照出了好多成年人，尤其是咱们说的打工人群体。心里都可能藏着那些迷茫啊、挣扎呀、不甘心啊，还有那种就算很微弱但一直没灭的那点想改变、想被认可的念想。这个概括很准确。那从市场和口碑看呢，这电影表现怎么样？我们前面提了点数据。表现非常好，豆瓣评分一直挺稳的，8.5、8.6。对，在国产动画里算非常高的了。票房也挺厉害的，确实是破了些国产2维动画的记录。是的，商业回报很可观。大部分评论你看啊，都挺肯定他的诚意和用心。很多人说他一点不刻意，不应煽情，也不说教，感觉特别纯粹，特别朴实，卡班心里舒服的那种。对，知乎上也有人分析说，虽然故事大方向可能不难猜，但它赢在细节做得好，感情真，里面的笑点也设计得比较巧，不俗。当然了，好像任何东西火了都会有点不同的声音。我好像看到有报道说，围绕电影的一些宣传方式，比如请网红包场什么的，有点讨论啊。对，是有这方面的声音。有些人觉得用这种比较流量化的宣传方式，可能跟电影本身那种朴素的、有点反套路的气质不太搭。有点矛盾的感觉。对，甚至可能把电影想表达的核心价值给冲淡了。这个也反映出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艺术创作和商业推广之间确实有点张力。可以理解。不过呢，这些讨论好像主要还是在营销策略上，对电影本身的质量和它传递的情感价值，大家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它作为一部优秀的国产动画，这个地位是比较稳的。明白了。好，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吧。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浪浪山小妖怪这部片子，它靠着那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水墨画风，还有它把焦点放在普通小人物身上，而不是传统大英雄的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对，这个叙事创新，以及它对我们现实生活里那种有点微妙、有点复杂，甚至有点苦涩的情感的把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我们一般认为的动画片主要是给小孩看的范围。是的，它破圈了。它不光给孩子们带去了快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很难得的给了我们这些成年观众一面镜子，一个机会去看看自己，也抒发一下感情。一个情感出口。它好像在告诉我们，就算是普通生活里的那些挣扎、不甘心，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努力和坚持，也一样值得被讲出来，也一样有打动人的力量。你说的特别好。这部电影的核心信息要是提炼一下，可能就像有些评论说的，咱们可能控制不了最后的结果，但至少能控制自己要不要出发。掌握不了命运，但能掌握出发。对，而且真正的英雄主义有时候不是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体现在那个敢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上，哪怕前面不知道会怎么样。没错，就算结果可能不那么完美，那么顺着这个想法，你也可以想一想，对你来说，那个困住你的浪浪山是什么呢？是你现在工作生活里的哪个坎儿？是你心里一直想改但一直没动的某个状态，还是让你觉得有点无力、有点不甘心的某种处境？这是一个好问题。而你心里那条一直想走，但又因为各种担心犹豫的那条西行之路，又通向哪里呢？
也许啊，就像这电影悄悄告诉我们的，最后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得道成仙，不是唯一的标准。那份鼓起勇气决定出发的决心，那份看清现实之后还选择往前走的那股劲儿，本身已经很了不起了。确实，过程本身也许更重要。可能是这样。那么听到这里的你有什么想法或者特别喜欢的片段吗？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咱们一起交流交流。期待大家的分享。当然了，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分享，还有订阅咱们的频道。记得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更多关于娱乐圈新闻、影视、动漫还有书籍内容的更新了。